我的老公纪云深在平安夜给我包下全港城最豪华的酒店，只为庆祝我们5周年结婚快乐。我和他站在台上，假装听不见金丝雀林碧瑜给他的夺命连环扣。那枚10克拉的戒指是纪云深送我的礼物。有人在台下起哄问我，纪太太的结婚礼物是什么？我言笑晏晏说道，结婚礼物啊，是份大礼，和新年礼物一起送了。台下瞬间高潮，纪云深搂着我腰的手更紧了些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我的礼物是一纸离婚协议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平安夜港城最大的酒店内，我和老公纪云深站在台上，接受着亲朋好友对5年结婚纪念日的祝贺。酒店的大屏幕内轮番滚动着和纪云深结婚5年来的点点滴滴。小月，真的是羡慕死你了，青梅竹马的老公，从校园到结婚5年，现在还是满心满眼都是你。还记得当年平安夜求婚时，纪总直接化身圣诞礼物，把自己送给你。纪云深听到这话，朝自己的怀里又搂了搂我。我爱小月，自然这辈子都会对她好。周围人立刻做出一副酸掉牙的表情，可只有纪云深最好的几个哥们似笑非笑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。纪云深今天匆忙，忘了将手机调成静音，即使是觥筹交错间，我仍然听到连续不断的震动。那是他圈养了2年的金丝雀林碧瑜。我小声问纪云深，就这么按捺不住，我的结婚纪念日都不给个清静？纪云深抿了抿唇，用手擦了擦我刚刚喝香槟溢出的口红。小月，他不懂事。我回头和他说一下。我歪着头看着纪云深，10年前第一次见面就要跟在我后面的纪云深，追了我整整3年的纪云深，结婚那天恨不得所有媒体都要广而告之的纪云深，现在在我和他的结婚纪念日上，让我体谅另一个女人。我死死压住眼泪，猩红的眼终究让纪云深软了态度。乖，别闹，看我给你准备的戒指。纪云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10克拉的戒指，套在我的手上。台下的人看到后，起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可我却划过一丝冷意。1个星期前，我在纪云深的口袋里找到了戒指的发票，5300万。这枚10克拉的钻石根本匹配不上。突然，有人在台下起哄问我，我们纪总诚意满满啊，纪太太的结婚礼物是什么？我按下心中的耐受，抬起眼来，便是笑意满满。结婚礼物啊，是份大礼，和新年礼物一起送了。台下瞬间高潮，纪云深搂着我腰的手更紧了些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我的礼物是一纸离婚协议。宴会还没有结束，纪云深匆匆离去，他几个好朋友露出抱歉的表情。我大口大口喝香槟，脸上火烧厉害，便推门出去，让冬日冷风吹醒我。我知道纪云深是去寻林碧瑜去了。说起来讽刺，林碧瑜当年还是我介绍给纪云深的，那是他刚刚毕业，进了我爸的集团做前台，可他不甘心，1日竟直截了当推开了我的门，要求做业务。我看过他的简历，经验顶级，成为前台只不过是因为断了供，无法支付研究生学费。在港城这样丢块砖都能砸死一片常春藤的地方，能到我爸的公司做前台，已经算不错的去处了。可惜我身边暂时不缺人，出于惜才，我介绍给刚刚脱离家族在创业的纪云深。见到林碧瑜第一眼，纪云深只是撇撇嘴，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才嘟囔说：“宝贝，你确定吗？他太有想法了。”
我怕我降不住啊。我打趣调侃纪云深，按你的性格没直截了当说拒绝，还是觉得可以用的吧。纪云深像只大狗，直接贴了过来。要不怎么说老婆最了解我？聊下来，有野心也有能力，试试吧。可我没想到林碧瑜的能力不仅仅在工作上，更在床上。那天纪云深回到家里，带着雀跃，却在我几次喊他的时候都置若罔闻。我心里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之前在纪云深公司遇到过林碧瑜，心思敏感的我一下就感受出来林碧瑜表面尊敬下的敌意。我旁敲侧击很多次，想让纪云深离林碧瑜远些，可他总是笑着敷衍我。老婆，他不是你搞来我身边的吗？怎么，对你自己看人的眼光不自信吗？我哑口无言。突然手机屏幕亮了，我点开是林碧瑜的微信。乔月姐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来姨妈不太舒服，抱歉叨扰了你的结婚纪念日。可朋友圈里却发了一张带着那价值5300万的顶级红钻的照片，配文：平安夜能和最爱的人一起迎接圣诞。呵，这套平安夜送礼物，一起迎接圣诞的把戏，他可真的是屡试不爽。我烦躁的想要关机时，哥哥乔燕的微信便来了：阿月，爷爷的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抽空回家一趟吧。纪云深直到半夜才蹑手蹑脚地回来，他悄悄躺在床上，想要来抱我，可黏腻的茉莉香水使我的恶心直达天灵盖。我推开了纪云深，身体朝着另一边缩了缩。纪云深伸过来的手僵硬了一会，可终究什么都没说。很快，他沉沉睡去。第一次发现他和林碧瑜的事实。纪云深在酒店行政走廊里穿着拖鞋，咬痕在脖颈处还清晰可见。众目睽睽下，纪云深朝我跪下认错：老婆对不起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做项目之后成功我喝多了，把他看成了你。我满目苍凉看着他，我的爷爷那时候正重病，在医院抢救。我打纪云深的电话根本不通，还是林碧瑜主动打给我，我才知道纪云深在哪里。事后，林碧瑜怯生生地在我的面前跪下：乔月姐，对不起，我对纪总只是工作上的，我们喝多了。纪云深心疼地看着林碧瑜，两人面对我，好似我才是那个破坏家庭的第三者。爷爷好不容易抢救过来，纪云深第一时间便出现在医院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我知道他在用爷爷拿捏我，毕竟当年看到我和纪云深结婚时，最开心的便是爷爷。我爸妈只顾生意，从小我和哥哥都是跟着爷爷长大。爷爷知道纪云深是怎么追我的。当年其实纪云深一开始搞定的是我爷爷，每年元旦纪云深都要陪爷爷跨年，为爷爷在别墅外面点燃新年的第一束烟花。看到爷爷和纪云深聊天，身子骨似乎都硬朗些。我一边安抚因为抢救当天消失而暴怒的哥哥，一边原谅了纪云深。纪云深和我约法三章，保证不会不回家过夜，辞退林碧瑜。只是短短1个月后，我去公司送饭时，再次看到了林碧瑜。纪云深只是冷冷看着被我打泼的鸡汤：小月，他很有能力，工作和感情我们分开看。自此之后，他再也没叫过我宝贝、老婆。我痛苦地在纪云深办公室蹲下，抓着头发。纪云深轻轻叹了口气，走过来收拾好鸡汤：小月，爷爷今天怎么样了？我们去看看。我只是默默一起和纪云深收拾好碎片，一起言笑晏晏出现在爷爷面前。自此，纪云深得到了默认，不再避讳他和林碧瑜的事情。甚至在我爷爷去世的当天，
纪云深只是匆匆亮相便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林碧瑜那天犯了急性肠胃炎。小月，对不起，他一个人在港城，我一句话没说。自此我心里的纪云深就死了。我回到了乔家别墅，看到我回来，乔燕立刻把烟灭了。她几乎不会在我面前抽烟，但我只是抱住哥哥，没事，抽吧。我知道最近哥哥你压力大。哥哥沉沉叹了口气，终于发泄出来：操，纪云深怎么敢的？你可是我的妹妹啊！当年没有乔家的帮助，她一个私生子，做梦想在港城创业成功。哥哥当年其实很不喜欢纪云深，总觉得他出身不正，对我别有所图。我总是缠着哥哥，哥哥拗不过我，只得在暗中帮助纪云深。阿月，我最后问一次，需要我出手吗？我只是默默摇摇头，不是因为圣母，只是不想脏了哥哥的手。没事，哥哥，我的离婚协议你帮我联系律师了吗？乔燕拿起手机转给我个名片，我感到一丝莫名，直到哥哥解释说，顾潇有印象吗？当年跟在我身后那个鼻涕虫，高中就出去了，人家现在常春藤毕业，已经合伙人了。你这样的，他处理起来游刃有余。我点了微信申请，对方很快便通过，习惯性地点开朋友圈，他几乎没什么动态，唯一一条出镜的还是法学 JD 毕业后戴着博士帽的样子，确实一表人才，和记忆里模糊的跟在乔燕后面屁颠屁颠的样子属实难以联系在一起。顾潇哐哐哐给我发了已经拟好的离婚协议，我看了看，没什么问题，无厘头问了句，对了，我想元旦当天给到纪云深，那天不是工作日，要是签没什么问题吧？我看到聊天框对方一直是正在输入中，打算不管时，突然来了一句，当然，只要你喜欢，什么日子都可以。太太，您出差什么时候回来？刘妈正帮我收拾衣物。我原本想着和纪云深在一起5年，我应该会收出很多东西，可没想到很多东西没有带走的必要。第1年过生日送我有小薇亲笔签名的网球，第2年送我定制版的大提琴，每一件都是在心坎上的恰到好处，估计就1周吧。太太真辛苦，都快元旦假期了，还要出差。对了，今早先生出门时给太太留了个礼物，被我不小心撞见的，太太可以去看看，估计晚上先生会给你惊喜。太太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哦。刘妈神秘兮兮地带我走到卧室，我看到梳妆台隔间里躺着一个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是之前我无意和纪云深提过一嘴的拍卖戒指。纪云深那是创业刚刚有所起色，我和纪云深远程看拍卖会时，这枚戒指吸引了我，可转头看到纪云深苦涩的笑容。宝贝，我去上个卫生间。我悄悄跟着纪云深，隔着玻璃听到他竟打电话给小贷公司，开口便是8000万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回到客厅，纪云深突然扬起明媚的笑容，把我搂在怀里。老婆，你拍吧，老公给你付钱。拍卖会 sales 微信接着就来，乔小姐，我们预估了一下，8000万，这枚戒指便能拍下。您老公已经来询价了，祝您能拍到心仪的戒指。我瞬间心里被甜蜜包围，软软瘫倒纪云深怀里。不要了，这戒指太大了，不合适我。老公，我们不看了。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这枚戒指有没有已经不重要了，我有纪云深就够了。可今天戒指和纪云深我都不想要了。果然，晚上纪云深特意早离开了公司。他看到刘妈整理好的行李箱，略带怀疑：小月，都快过年了，你要去哪？我不愿节外生枝，只得随便敷衍。
纪云深没做多考虑，帮我拉到卧室，把戒指取出来戴在我的手上。小月，还记得这枚戒指吗？提起送你元旦礼物，现在我可以全款买下了，以后你喜欢什么你就买。我突然起了恶趣味，好整以暇，问纪云深：我想买你对我干净完整的爱，可以吗？纪云深瞬间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起身坐去床边，抓了抓头发，嘴角勾起一丝无奈。小月，你可真会破坏气氛，这种时候你提他。我突然心里的委屈喷薄而出，讽刺道：不是这种时候，应该什么时候？是我爷爷生病，你和他在床上翻云覆雨的时候；是爷爷去世，你去陪人家挂点滴的时候。纪云深突然就笑了，他逼近我，把我箍在床边。乔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要养着他？因为他不会和我说他的爷爷，他和我的世界里只有2个人。你们乔家太沉重了。啪！我直接给了纪云深一巴掌，怒吼道：行啊，那我们乔家就从你的世界消失。纪云深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镇静下来。欲擒故纵这招对我没有作用。小月，你冷静冷静，我最近要出差，等元旦回来我们谈一谈。纪云深说完便出了门。我知道他今晚不会回来，再一次毁了我们的约定。很快，林碧瑜直接上了一条没有屏蔽我的朋友圈。终于，我可以完整拥有他一夜。底下瞬间纪云深的狐朋狗友都点了赞。既然大家都要出差，就一次出个够，谁也不要回来。乔月，你这元旦礼物有点意思啊。离婚协议那天自我离开，我便给自己放了个长假，除了家里人电话一概不接。纪云深收到我拟好的离婚协议后，打电话不通，他也不敢和乔燕说，只能威逼利诱我身边的朋友。我不愿自己的事情给别人造成麻烦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纪云深见我不说话，态度软了许多。老婆，你别闹了，我答应你，我和他断行吗？这声久违的老婆勾起了我的恶心。纪云深，上次你也答应我断的，结果呢？我离婚协议里不要你一分一毫，净身出户。你作为过错方，我还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？纪云深不听我的话，只是固执地说：老婆，听话，我去处理，你给我些时间。我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我这个人，全都是你的，你别走。我挂断了纪云深的电话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哥哥的电话把我拉回了现实。阿月，假期休得怎么样？我这里有个项目，要不要参与下，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？我闷闷地应了一声。其实婚前我也算半个女强人，从小在这样的圈子里长大，做生意也能够搞得有模有样。可和纪云深结婚后，偶然一次酒后，他的狐朋狗友喝多了，调侃他：云深，你可真的是娶了个宝贝，不用再回纪家去看那家人的嘴脸了。纪云深捏着酒杯，我上卫生间回来，在门口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听到一句：要是小月能够待在家里就好了。为了让纪云深体面，我不再出面经手乔家任何生意，哪怕是爷爷和哥哥的帮助，我都尽量隐蔽地进行。可我却成了东郭先生。还好，哥哥会是我永远的后盾。我没想到和哥哥谈项目的时候会遇到顾潇。哥哥一脸无奈，这小子一回国又变成无赖样。听说我要做项目，非得加入。顾潇把一份提拉米苏递到我面前，调侃我哥道：那还是乔燕哥有实力。再说了，小月离婚协议还没有处理完，我不得跟紧啊。听到离婚2个字，我停下了正在享有最喜爱提拉米苏的手，瞟到哥哥在背后死死掐住顾潇。你这小子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笑笑摆摆手，没事，这事迟早都要办。
对了，对方拖着不肯离婚，我得怎么办？讲到擅长的领域，顾潇立刻恢复正经，给我科普了离婚程序。末了，他冷不丁来了一句：“如果你等不及，我可以采取非常手段，你放心，合法的。”听到这话，哥哥没好气地瞥了顾潇一眼，莫名来了一句：“黄鼠狼给鸡拜年。”很快，项目便进入了正轨。我起诉了纪云深，按照法律程序走流程。毕竟哥哥是乔燕，在港城还是能够让纪云深找不到。我沉浸在项目里，把纪云深这个人抛至脑外。有离婚的事情，我也让秘书去处理。毕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个自由身。程序上没有什么耽误时间的地方。这段时间，顾潇天天腻在项目上，问他没有其他事情吗？这人只会丢个这个项目法律程序，也挺有挑战的理由。我也没法管他。一天工作到很晚，哥哥提着宵夜来看我，一进门便看到顾潇倒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指着电脑为我解答法律问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顾潇揉了揉酸痛的脖子，才发现站在门外的哥哥。顾潇从善如流地接过哥哥手中的宵夜去加热。趁着间隙，哥哥拉我到阳台上透风。小月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小子对你有点意思？我低头笑了笑，心思敏感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顾潇的想法？况且这人还没有城府，不懂得遮掩。哥哥，顾潇在法律上确实有2把刷子，但你知道的，从纪云深这里出来，我就像蜕了一次皮。可能我一时半会无法接受。乔燕梅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这小子不错，家底干净，但这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乔燕的妹妹可以处理好。走吧。那小子已经拿着筷子眼巴巴地等我俩了。我没想到纪云深安静了2周，可林碧瑜却找上我。他跟第一次我发现纪云深的丑事时一样，跪在我的面前。小月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把云深给我好吗？你看，这是 B 超单，我已经怀了孩子，孩子不能够生下来没有爸爸。即使早就想和纪云深切割，可这张单子还是让把我的心狠狠捏住。我其实一直想和纪云深有个孩子，可是每当提起这个，他都会以创业忙为理由拒绝。和林碧瑜在一起后，更是早就和我没了夫妻生活。我抿了口咖啡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林小姐，我和你似乎不算朋友。你大吵大闹，用孕妇的身份绑架乔氏，我迫于无奈见了你。你和纪云深还真的是一对，这一招你们玩的都很好。可是我乔月不是软柿子，你和纪云深的事情我不想掺和，请你赶快走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报警。”林碧瑜的手变得苍白，死死抓住 B 超单，阴恻恻地问我：“乔月，因为你，纪云深要辞退我，他只同意抚养孩子，没了纪云深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你非要这么赶尽杀绝？”我放下咖啡，不愿再和林碧瑜纠缠，正准备起身离开，可立马他伸手绊倒了我，把咖啡杯摔碎，捡起碎片便朝着我刺来。我愣住了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反应。突然林碧瑜吃痛丢下了手中的瓷片，我越过林碧瑜，看到了那种一副网球拍的顾潇。那个打中林碧瑜脑袋的网球正咕噜咕噜滚到我的身边。警局里，我提了离婚协议后第2次遇到了纪云深。警察鉴于林碧瑜是孕妇，并没有拘留她，我也没有受伤。教育过后，只是让纪云深来警局接她。她憔悴了许多，胡子挂在下巴上，一看就是好多天没打理。以前的纪云深是注重外表的，总是贴着面膜臭屁和我说，要不是有这副皮囊让我老婆喜欢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追到你。虽然没再关注这人，可毕竟一个圈子，
总是有人无意透露他的消息给我。最近纪云深没有心思打理公司，他那同父异母的哥哥趁人之危抢了不少业务。纪云深没有分给林碧瑜任何眼神，只是和司机交代了几句，司机便带着林碧瑜走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跑去烦你，我已经在处理了，你等我段时间。纪云深拉住正要离开警局的我还没说话，顾潇便挡在我的面前，灯光透过顾潇高挺的鼻梁，打下阴影落在纪云深的脸上。纪先生，我的委托人已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了，如果您愿意庭外和解，请直接随时联系我。说罢，真的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纪云深。纪云深突然就笑了，他点起一根烟，嘲讽地对顾潇说道：顾先生，我和我老婆说话，外人插什么嘴？我老婆不会和我离婚，抱歉让你丢了业务。我不愿意和纪云深拉扯，下意识拉起顾潇的手臂准备离开，纪云深便大声开口，周围所有人都为之侧目。乔月，你骂我出轨，好，我认了，那你呢？用你的情人来代理我和你的离婚官司，可真有你的。顾潇抄起手里的网球，跟下午一样，直接命中纪云深的眉心。纪云深吃痛跌倒，顾潇便骑在他身上，一拳一拳地落下去。纪云深，你怎么敢的啊？他是乔月啊，是乔家捧在手心的乔月，你凭什么伤害他之后又诋毁他？纪云深不甘示弱，翻起身和顾潇扭打在一起。你敢说你对乔月没有意思？当年我和乔月结婚的时候，那网球链是谁送的？你敢说吗？网球链，结婚的时候我收到一条手链，我问纪云深是不是他送的，他没说话。但后来纪云深总是有意无意透露他不喜欢这条手链，甚至在之后给我买了一条更贵的。我打趣说这不一样，那条手链是结婚时送的。我当时还奇怪为什么说这话，纪云深闪过一丝恼怒，当时他只是敛下情绪，戴上新的手链给我。乖，老婆，这条更合适你。原来那是顾潇送我的结婚礼物。警察赶紧出来制止这场闹剧。哥哥终于从外地赶了回来，给两人擦了屁股。24小时后，我去警局接了顾潇。经过纪云深时，他落下一句话：阿月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好不容易安抚好了哥哥，结果回到家去顾潇添油加醋了一番，乔燕又炸了。我抢过哥哥的手机，好了，昨天的事情算是顾潇先动手的。你被狗咬了，难道咬回去吗？我恶狠狠地瞥了眼顾潇，他立刻抿起了嘴，做出一副委屈样。我心里感到一丝愧疚。那天下午也是顾潇为了找我打网球，才用网球击中林碧瑜救了我，又因为我和纪云深打架挂了彩，便拿了个煮熟的鸡蛋给他。喏，用鸡蛋滚一滚会舒服些。这厮突然哎呦哎呦叫起来，哎呦，手抬不起来，需要人帮我。哥哥听不下去，抬起手直接给了顾潇一拳。顾潇直接举手投降。我好了好了，我这辈子真的就是栽在乔家兄妹身上。我没想到纪云深会采用这样的手段。他知晓乔燕的本事，可也知道乔家小辈的软肋，便是现在颐养天年的我妈。我妈其实对纪云深存了一丝愧疚。当年我妈在不知道继父已婚的情况下，糊涂把自己的小姐妹介绍给了他，两人后来才有了纪云深。妈妈多次劝说两人分手，甚至拖着继母打胎，可继母却认死理，一定要跟着继父。到头来什么都没有。纪云深被当作私生子，被纪家嫌弃时，是我妈给了他遮风避雨的屋子，
甚至会拿出娘家的资源去帮助纪云深。我和纪云深离婚的事情没告诉我妈，纪云深便仗着这一点，几乎空闲的时候都和我妈在一起。又一次，在我妈让我回家吃饭，我拒绝时，我妈罕见地发了火：“小月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想见你这个妈吗？你哥也是，各种躲着我。怎么？你爸去后，我这个老婆子是不是在乔家没有用？你们都不想管了？”我摸了摸扶额，只能够拉着我哥回家。不过我哥留了一手。我正在尴尬的在纪云深的注视下包饺子时，乔燕带着顾潇回来了。顾潇对我的黏腻根本克制不住，我妈终是在饭后忍不住把我拉到纪云深身边：“小月，夫妻之间闹矛盾很正常，有什么事商量着来，可别让无关人员趁虚而入啊！还有你，小燕，你怎么什么人都来家里？”我妈差点对顾潇指名道姓。顾潇也知道我妈对纪云深没由来的偏爱，只是拍了拍哥哥的肩膀，准备提前离去。我看着纪云深得逞的笑容，我心里愤怒的火苗突然蹭的而起，拉住顾潇的手：“妈，我和纪云深已经提离婚了，具体的原因你去问纪云深就好了。”顾潇是我喜欢的。纪云深睁大了眼，他没想到我会直接在我妈面前发难。我妈虽然对纪云深有偏爱，可毕竟是我妈，看到我的眼里蓄着眼泪。哥哥在旁边一言不发，只是冷冷看着纪云深。他也懂了中间发生了什么。我妈没有继续对纪云深袒护，纪云深脸上的表情变得僵硬，缓缓他才朝我说道：“小月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？”“妈，哥，我错了，但我真的爱小月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？”纪云深甚至跪在我妈的面前。我妈半晌没动，末了，我妈缓缓把手抽开：“云深，这些年我待你不薄，你却这样对我的女儿，从此之后，我对你妈的愧疚也算是还完了。以后别再出现在乔家，失了我妈这个依靠。”纪云深只是瘫软在了沙发旁：“还不快走？需要我赶你吗？”哥哥终于今天第一次和纪云深说了话。纪云深踉踉跄跄站了起来，朝着门口走去，嘴上喃喃自语：“连陈姨也不管我了，我这辈子就是毁在了乔家人的手里。你说你喜欢我是真的吗？”离开乔家后，哥哥直接开车走了，留下我和顾潇两个人压马路。我没接他的话茬，反而问道：“那个网球恋，你是不是暗恋我挺久了？”顾潇笑了出来，打趣道：“你这么自信的样子，我挺喜欢的。不错，是很久了，甚至比纪云深还要久。这次换到我疑惑了，那为什么你不说出来？你一直跟在乔燕身后，黏着她，我甚至都怀疑过。”听到我的话，顾潇瞬间急了，疾步走到我的面前，1.9米的大高个，把光线全挡了。我撞到他的怀里，硬硬的，当然顺手摸了一把，有料。顾潇脸上像个煮熟的虾子一样，又想后退，又想让我站住别动，手忙脚乱的样子。突然我的脑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和这人在一起也许挺有趣的。但其实我很快反应过来，后退了2步，冷静地吐出来：“我都知道了，可你也应该知道，当年纪云深对我的好征服了我所有的家人。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感激还是心动。纪云深和我纠缠了10年，让我现在再开始一段感情，也许对你和我都不公平。”顾潇刚刚还在红彤彤的脸已经冷静了下来，不过很快他扬起笑容：“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，够负责，够理性。没关系，我会等你。”也许连纪云深都分不清，他究竟是因为感情放不下我，还是放不下乔家。那天从我妈那里走后，他整个变得变本加厉，
甚至和乔家的死对头开始合作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动作。纪云深竟然回归了纪家，甚至和当年最讨厌他的亲哥哥出席晚宴时能够大谈兄弟情。哥哥没想到纪云深会来这手，刚开始项目的时候确实是吃了些亏。纪云深甚至挑衅道：“老婆，我不是当年的那个纪云深了，如果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放过乔燕。”哥哥看到这条微信，只是勾了勾唇：“小月，我曾经答应你发过他，可有些事情别怪我这个曾经的大舅子做得不体面。”我暗暗点了点头，给哥哥的手机里发过去一些资料，这些偷税避税的足以帮你了。哥哥震惊地看着我，我只是撇了撇嘴，窝在了沙发里。你妹妹也不完全是个恋爱脑，好吧？我以前就知道纪云深做事情有些不够干净，想过帮忙善后，可我们这些帮忙善后提供资源的乔家人，在他纪云深看来只不过是登云梯，是拿捏我的手段。那我爱莫能助了，一招毙命吧，别和他纠缠了。很快税务机关便请了纪云深喝茶，他那亲哥哥也是个人精，一听到有关部门上门，立刻和纪云深做了切割。昔日的合作伙伴纷纷和纪云深划清界限，眼看他高楼起了，又眼看他高楼塌了。顾潇帮我处理好了一切，我给他付费时，他摆摆手表示不用。我找来哥哥，把钱硬打到他的账上。顾潇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可我们各论各的，感情和工作是两回事。顾潇无奈只得收下费用。分别前突然开口，我本来不想说的，我有私心，可出于职业道德，这次能够解决那么快是因为纪云深同意和解，但他的条件是想要见见你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也有办法。没事，当是为我的5年画个句号。最后一次见到纪云深在他的办公室，这个公司是我们结婚后他一手建立的，如今却被查封了。他倚在墙角，疯狂地抽烟，惨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小月，我这次真的没法不抽烟。”看我不自觉的又远离了几步，纪云深摆摆手，无奈说道：“我说过我放你走了，你放心，我只是想知道，难道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们认识整整10年了。”在被风吹着穿着宽大衬衣的纪云深竟有一丝摇摇欲坠。我只是摇了摇头。纪云深，是你自己亲手毁了这一切。爷爷对你那么好，你可以在他去世的当天去陪你的金丝雀。妈妈对你也不错，你用她对你的好来拿捏我。纪云深，在你心里，我们乔家人都是工具，用完就丢的吗？纪云深抓了抓头发，慢慢的痛苦蹲在地上。对不起，小月，当年我妈苦等我爸，最终也没能进得了纪家的门。我只是不能重蹈他的覆辙。我以为我用些手段，我们就能够回去，可我却把你结结实实的弄丢了。纪云深的眸子染了红，从痛苦的呜咽到放声的哭，我没有一丝感觉，只是冷冷打断了他。转身离开，只是丢给他一句话：缘尽于此，此生不复相见。走出纪云深的公司，我一眼就看到穿着网球服的顾潇。原本左顾右盼的他看到我出来后，瞬间嘴角勾了起来。这位女士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邀请您打一场网球？他努了努嘴，我便看到车里已经准备好的女士网球用具，低头笑了出来，然后仰起头说道：“乐意之至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